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星光大赏爆冷，诚意意外神秘上期引热议，诚意又衰了。这几个字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，伴随着星光大赏闪耀的灯光，莫名有种喜剧效果。说真的，我不是诚意的黑粉，甚至可以说我还挺欣赏他认真演戏的态度。可这平地摔，1年1次，频率也太高了点吧？这次星光大赏，他本来是要跟赵又廷握手，结果脚下一滑，直接掠过了张若昀，扑向了王宝强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时间静止，周围的人表情各异，有惊讶，有忍俊不禁，也有一丝丝的尴尬。诚意自己估计也挺猛的，但反应是真的快，顺势就跟王宝强寒暄起来，化解了这突如其来的尴尬。这应变能力，不去做外交官真是可惜了。不过，我还是忍不住想，下次走红毯，是不是得给他脚下铺层防滑垫？说起来，明星在公众场合摔倒，还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想当年，我还小的时候，电视上重播某个颁奖典礼，有个女明星穿着高跟鞋，走着走着就直接跪了。当时我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还跟着我妈一起哈哈大笑。现在想想也挺尴尬的，毕竟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，对吧？只是诚意这摔倒的频率着实有点高，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体质原因。除了诚意的平地摔，这次星光大赏还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，那就是主持人管乐。其实我对管乐并没有什么偏见，他的小品我也看过，挺有喜剧天赋的。但主持这种事，还真不是谁都能驾驭的。他那略显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时不时冒出来的啊哈哈哈呼呼哈，让我有种在看小品的错觉。这星光大赏好歹也是个大型颁奖典礼，这种主持风格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我记得我高中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，也紧张的不行，说话语无伦次，还做了一些奇怪的小动作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不堪回首。所以，我能理解管乐的紧张，但作为专业主持人，是不是应该更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？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上期的突然出现。上期是谁？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完全没反应过来。她自称鼻血女王，说是因为去年在星光大赏上流鼻血而出名。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去年的盛况，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，但这真的值得拿出来反复说吗？而且，就算要介绍自己，是不是也应该等主持人 Q 流程？这种突然抢话的行为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其他嘉宾？这让我想起我大学毕业答辩的时候，有个同学为了抢时间，还没等老师提问，就一股脑的把自己的论文内容全讲了一遍，结果被老师批评了。所以说，有些事情还是得按照规矩来，对吧？其实，这星光大赏3大笑话反映出的是娱乐圈的一些现状。流量为王，话题至上，为了博眼球，有些人无所不用其极，而真正的实力却往往被忽略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诚意、管乐和上期没有实力，只是他们的某些行为确实让人感到有些迷惑。或许他们只是太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吧。只是有些时候用力过猛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娱乐圈是个名利场，也是个修罗场。有人一夜成名，也有人默默无闻。有人追逐梦想，也有人迷失自我。这光鲜亮丽的背后，隐藏着多少辛酸与无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作为观众，我们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真实的、有实力的、有担当的明星。毕竟，
娱乐圈不仅仅是娱乐，它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。希望未来的星光大赏能少一些笑话，多一些真正的星光。